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词汇。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社会阶层。社会你已经知道了 society， 阶层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这个三角形想象成我们的社会，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由高到低的排列，从而形成了大致的3类人，也就是3层，每一层都是一个社会阶层。比如大多数人是在哪一层呢？大多数人是中产阶层，当然这里指的是比较富裕的国家。通常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人越多，说明这个国家越富裕，生活得越好。法国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那么中产阶层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我看来，中产阶层的人一般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而且爸爸妈妈2个人都有工作，他们家可能还有1辆汽车或者2辆。这样的人在法国一般是中产阶层。让我们再来看看富裕阶层。富裕阶层的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富裕阶层的人一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有能力消费奢侈品。通常这些人是创业的成功人士，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司，也拥有自己的资产。还有一类人被称为社会底层，这些人很可能没有住房，没有汽车，甚至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真的很讨厌聊社会阶层这个话题。说实话，我也不喜欢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可是，如果我们都没有恰当的词汇来去描述这种社会问题的话，又怎么能够解决它呢？我相信，在很多国家都会讨论到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贫富差异。贫就是贫穷，富就是富有。贫富差异的意思是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在有的国家，贫富差异巨大。贫富差异巨大的意思是指穷人特别穷，而且穷人越来越多。富裕的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我们就可以说贫富差异越来越大。聊完这个话题后，瞬间觉得自己压力山大，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难道是我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吗？在我周围其实有很多人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有的人很努力的学习，想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有的人呢，通过创业白手起家。白手起家的意思就是从零做起，慢慢的累积自己的财富。也有的人发现自己在某方面有特长，有天赋，那么他们决定通过发展自己的天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改变命运。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聊的关于社会这个话题，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今天学习的词汇。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社会阶层。社会阶层，大多数人都在中产阶层，因为他们在中间这一层，中产阶层。少数人，也就是社会阶层的顶部，他们是富裕阶层。还有一些人呢，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难，我们称为社会底层。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贫富差异变得越来越大的问题。作为个人，我们能怎么改变呢？我周围的人是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呢？有的人去创业，也有的人努力学习，还有的人通过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特长来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
改变自己的命运。